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今天要来介绍23年帆船币的版别，俗称船洋。目前行情价格品项一样63分的船洋，中央版会卖的比台湾回流版好。你想学怎么分辨它们吗？其他大多数的版别目前差价并不太大，大家可以斟酌的吸收一下有趣的船洋版别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1933年3月，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了废粮改元令和银本位铸造条例，开始在上海中央造币厂铸造船洋币。1949年后，由国民党政府委托美国造币厂和上海造币厂又再次大量的铸造船洋，所以船洋大致上分官方原铸版，也就是当初1933年民国22年铸造的，还有官方后铸版，是1949年国民党撤退前铸造的。首先，其实早期钱币界只分原铸与后铸两种，最简单分辨就是窄外锅为原铸，宽外锅为后铸。原铸里的版别有6绳板，2个帆中间下方有好几条的绳子串联，每一条绳索都相当精致明显，与另一个板1绳板相比，大概是中间的位置有一条绳子，感觉像雕刻师随性的在模子上刮出一条线而已，还给我磕过头弄到了帆上了。6绳板跟1绳板，我们看看它的外锅，确实又深又窄，有着1933年当年原铸的特色。还有翼板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有原著的窄外边特色外，还有竖点国，国字的右竖是直直下来的，正常的是跟横杠有一点相连。海浪这里有个暗记，船帆这里有的有修补，有的没有。船洋曲鼻滑板，滑字的这一横有波浪状，可能是模具调节问题造成，有些文字有变形的感觉。看看这些文字的拉丝线相当的明显，这一版有时会搭配着6绳1绳板出现。1933年的原著版大致上就这些。它与后铸版的差异，除了外锅明显窄边外，官方后铸版外锅比较宽，与原著版比较一下是这样子的。还可以看船尾的波浪，原著版这里会有明显的平折痕，后铸的这里下方会有个斜折痕，不过台湾回流版与原著版一样，这里小短折，后面我会再补充。后铸的有上海版，又称中央版，只要是国民政府做的都叫中央版。船尾的波浪是刚刚提到的斜折痕，算是标准的版。在标准版中也有飘带版，孙象领子后方有各种的飘带，上飘带、下飘带、双飘带，还有大有小。这个印子呢，其实就是背面透打的关系。我们来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看是哪个部分透打导致这一系列的飘带呢？我们先放上孙象的这一面的图，再叠上船洋面，将船洋面转个方向，再调整它的透明度到 50%， 转动一下角度，让上方的盒子线对齐，再去调整透明度，看起来像不像沿着帆的底部那条线透打而成的呢？火炬版可以看到帆船这里中间的部分像火烧起来一样，整体特色与上海版差不多，大家注意一下。月亮版左片帆上多了一个月亮形状的东西，所以又称月亮版。我们一样用软体来还原真相吧。首先孙象先掉个头，帆面这里有个印子，我们把额头对齐这条线，然后调整透明度，可以看到这个月亮是耳洞的透打，耳洞比较深的关系吧。美国费城版此版特色也是外锅宽，2字右方有个小点点，与鼻头左方也有个小点点作为暗记。台湾回流版1949年国民党的金融崩溃之际，临时铸造了一批23年船洋运至台湾，是当年撤退来台留存之物，也有人说是当时委托美国造币厂铸造运至台湾的。1999年由台北中央信托局分批标售6000枚，当时呢分几年拍卖流出。一开始同行们还担心一定会崩盘，没想到受到内地藏家的喜爱，最后一次开标时价格已经是第一次开标的1倍了。台湾回流版特色是颜色很白很银，可能是当时密封箱的关系，使钱币一点都没有氧化，也没流通过，所以几乎全部都是 UNC 品项。但据说当时中信局拍卖时缺乏专业人员指导，一箱一箱的船洋摇摇晃晃的卖出，根本没有保护好钱币，所以钱币呈现70分的圆光强度，但有着6162的伤痕，相当可惜。再来与中央版的模具细节上根本不是同一个模子，比较类似美国版的感觉，光看颜色就能分辨出中央版的是米黄暗色的包浆，台湾回流版是白亮银色的感觉。这里有一枚中信局拍出的台湾回流版，
和一枚后铸的中央板，颜色好像都一样耶。焦看颜色或感觉这不是我的风格。中央板洗白白的也能发光发亮，准确分辨可以从船尾的波浪折痕观察。如果是斜折痕，那肯定不是台湾回流板。不过可能会问，圆柱板不是也没有斜折痕吗？如果有看到一样的平折痕，才去看外锅的窄宽分辨。窄的那肯定是圆柱板，宽边那就是台湾回流板。一定要配合颜色、宽窄边、斜折痕才能准确判断哦。接下来幽灵板。此板除了原字模糊，还有船上无人之外，是一般官方版模具老化所生产出来的成品。图中呢，可以看到船上空无一人，原本红圈处的2人消失了，而且船的很多细节都不见了。一阵冷风吹，翼耳板，耳洞有一块肉很不科学的由内向外翻。天使板，海浪右下角出现了一个生物，看似有一对翅膀，像蜻蜓、仙女，还是说是人鱼探出头在向船上的王子招手。双一扣板，领子有2个扣子外，脸上中心点有个字，2字左上方边缘也有个点，帆船面左帆中心点也有个暗记点。此板有时会能找到长毛板，这个毛上有一条拖拉线，此板称双扣长毛板。这个痕迹有点像模具被刮伤的感觉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单独的长毛板。反正这几个位置大家可以用放大镜走一遍。接下来进入地方板，云南板、滇板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竖点连，与正常相比是直直的一竖，正常是斜斜的。船前有一盏明灯，圆圆的，正常没有这个暗记。还有船尾的波浪没有任何折痕，任何地方板的波浪这边都没有折痕。云南2板与上一版的船头灯比较一看，2版的船头灯明显大，位置也有点不同，海浪也更模糊了。云南版还有一种是点1板，1字的这一竖是比较立体的，这是修磨所造成的，有着明显雕刻过的痕迹，这一竖在这感觉就不是一体形成的感觉。大家可以寻找看看，其实也是有其他部位有着修磨的痕迹。好啦，传扬板别基本上就差不多这样，不要忘记关注、分享、按赞、订阅哦。我们下周6见，拜拜。